最近呢，我重温了一遍《啾啾的奇妙冒险》，这次看完就是4刷了。那正好我最近不是在做吐槽各种手游的视频嘛，我就好奇，《啾啾的奇妙冒险》有手游吗？你们快看看这是什么？星辰斗士正版手游，我都不知道啾啾原来有出手游嘞，赶紧下一个玩玩。进入游戏，非常大的健康游戏忠告标语就出来了：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我抵制我自己可还行？哦，游戏黑屏了，打不开。哎，这还真是抵制盗版游戏啊！游戏都打不开，他才真说到做到了。好吧，我找了一圈，这游戏改名了，不叫星辰斗士了，叫点击开启冒险之旅。现在打开没黑屏了，开始检查更新，下载失败，请检查网络后重试。点击开启断网之旅还差不多，但是这个下载失败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失败，就你点完确定之后，它还会继续下一会儿，然后继续弹这个下载失败窗口，每次点完确定差不多会下个3%左右，估计这窗口是那种经典 bug， 只要检查到一丝网络波动就开始疯狂弹。OK， 在点了不知道多少下确定之后，这游戏好像跟吃了泻药一样，进入一条直冲终点线。这就是游戏主菜单了嘛，还做的有模有样的，没有一上来就开始弹充值福利，而且背景图还挺帅的，的确跟个正版游戏似的。只不过这个账号登录又出问题了，就我怎么登都是失败，还一直叫我往右滑动验证，但每次都是失败。咋玩个游戏这么麻烦呢？OK， 我弄好了，我用手机开流量把号登上去，再开模拟器玩就可以了。我真是个天才。大区还挺少的，正常来说，盗版游戏都应该整个几千个区来假装自己的游戏很多人玩才对，最好是那几千个区都是爆满。但这游戏非常的诚实，就这么多区，没几个人玩。行，看在你这么诚实的份上，我就进你最新的忧郁蓝调区吧。哦，还有背景故事啊！只不过你这直接把花木老师的漫画抠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连台词都不带改的，抠的时候也没啥高清素材，画面也蛮糊的。我已经等不及想看看游戏画面是个什么样的了。OK， 比起刚刚花木老师的漫画，这游戏的画面一下子掉了不止3个档次。咋又是经典外面高清例会里面大头儿子啊？这台词也是一点都不带改的，说好听点就是还原原著，说难听点就是照搬。这剧情就是第3部最后几集，大伙要一起打迪欧了。哎，这怎么感觉不对劲啊？刚刚不是陈太郎跑第一个吧？咋遇到迪欧陈太郎就不见了？刚刚第一个去追迪欧的布鲁纳利夫跑最后了，不会陈太郎跑到哪个角落躲起来等着收人头了吧？这游戏的打斗也挺简陋的，今年你一下我一下，可以放大招就放大招，只不过大招的画面还有音效是从 TVG 里面抠出来的。迪欧这直接一个气功波把大伙都打爆了，陈太郎才舍得跑出来。最后结局也是经典陈太郎暂停时间打爆。哎，这还跟我整个未完待续是吧？行吧，那看完前情提要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前情提要了，从第1部剧情开始玩。开局送一个 Speedwagon， 主线剧情全是从 TVG 东抠抠西抠抠的图片加台词。哇，至少这游戏没跟那突破20元一样乱给台词，还算不错了。我操！大乔一开始和那几个小屁孩互殴，这怎么还有人拿斧头啊？当然，我们也没有资格说人家，都直接请布鲁奈夫穿越时空过来，给你一套万箭穿心之刑了。打到迪欧了，这迪欧隔代已经变成吸血鬼，还站在太阳底下揍大乔小时候，数日欺负人，这不行，布鲁奈夫快上！哦，到取名的时间了，我在想这个名可以吗？哦，不行，盗版是敏感词。那盗版行吗？行。那本来这游戏因为是盗版嘛，所以有个平台可以领一堆什么奖励，各种钻石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领不了。看来要么死干，要么死氪了。我看这游戏小红点没有我想象中的多，看着还是有可玩性的。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抽出一个 S 级角色，好不好？玩了一段时间，稍微抽了一下角色，全是低级角色，没有抽到好角色。你肯定会说，这不是有黄色节制吗 ？TVG 里面几乎无解的强力替身，这里面改成辅助了。他大招不是用替身包裹敌人，而是包裹队友，给个霸体。还有角色放大招不是会有扣一段 TVG 的画面吗？这玩意也只有几个角色有，大部分的角色还是一句扣的台词加个例会弹一下。就你反正都是扣的 TVG 画面，你是盗版又不要你花钱买，这也没做完，懒得一批。我要收回这游戏有可玩性的话了。那一开始是感觉不错啊，画面也还可以，玩了差不多1个小时，情况就不对劲了。
他喵的打来打去就那么几个怪，这几个一开始欺负大乔的小屁孩都跟到第2部去了，背景也就那几个。就这陈太郎最终打迪欧的乔，连地板也不铺平就放到第2部用了，而且玩法就自动打怪做任务，打不过就切出去升级一下接着打，直到再次打不过就继续循环上述步骤，没啥操作可言，人物的成长也是几乎看不到的，毕竟升级也只是升级数值，玩法没有啥变化，再加上敌人也没啥变化，更让我看不到自己是在提升还是在原地踏步了。还有这小红点，有些是需要你充钱才能消的，不充钱就一直亮着，看到很难受。主线任务也是做的一塌糊涂，直接就是错的。比如说这里他叫我通关3干7，任务内容是打迪欧派来的第2个杀手布鲁纳利夫，但问题是这游戏的3干7还在第2部前半段啊，咋任务都写不明白呢？而且角色少了很多就算了，基本所有人的例会都是出 TVG 里面抠出来在临摹的高清版，就连这个大笨蛋都有一套自己的例会，属实是太给面子了。算，先不管那么多了，我已经凑集到可以10连抽的钻石数量了，来吧，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10连抽 ！OK， 就出了个3弹啊，连个 S 都没有。哦，等一下，我还能再抽一次。好吧，我还想着单抽出奇迹呢，是我想多了。哦，等等，抽了这么多次，解锁了个成就，我又可以再抽一次啊！这次是最后一次，收下吧，我最后的波纹！我操，真的单抽出奇迹了，这次给我出了个 S。好，为了奖励你单抽给我出了个 S， 我决定把你给卸载了。什么盗版换皮游戏玩的是真折磨，我跟他看几个大头儿子互相螺旋颤的看了1个小时，属实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直接再去看一遍《九九奇幻冒险》，纯纯的大便。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3连关注，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的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在很久以前玩小的时候，那会海贼王才更新到空岛篇，我那时就去百度过一次海贼王的游戏。不过由于我还很小，什么都不懂，依稀记得当年我玩了半个月的盗版海贼王游戏，现在就早就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就是我的初始角色是一个拿剑的原创角色，但也不是那么原创。你使用你技能的时候，他会喊一打10的你的剑就是我的剑。然后初始角色还有一个女的会掀裙子，裙子底下是炸弹，然后会说安妮的那句：“你们看见过我的小熊吗？”你升级自己的角色是用的空岛上的什么倍升级？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盗版游戏？那今天呢，本来我是想找到那个游戏来做吐槽的，结果呢，我刚刚也说了没找到。但是呢，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山寨无版权海贼王手游。霸气英雄，属实是有点霸气了。能正版授权的海贼王手游，巴不得把正版海贼王、航海王这几个字贴在你脸上。这游戏更牛，他巴不得把送福利这几个字贴在你脸上。还没下游戏呢，这上面已经开始要送你东西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3款霸气英雄，干脆全下了吧。OK，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了。哎。我还必须允许你打电话和访问我的照片啊！不是别的盗版游戏都可以拒绝，你不可以是吧？格斗岛特殊呢？我操！我还没进游戏就是各种充钱活动啊！真的，这罗宾怎么是个非洲人啊？他小时候有这么黑吗 ？OK， 进入游戏果不其然，直接送个路费。看看这个优秀的2D 动画，简直就是其他山寨手游根本没法比的优秀。哦，取名字吗？哎，这个名字怎么样？我操，居然通过了嘛！而且这个游戏居然还有非常稀有的新手教程。我去，开局送个绿藻头和卡普，只不过都跟个大头儿子似的，语音也是从 TVG 里面抠的。OK， 这就是战斗画面了嘛，比我想象中的要高级许多。我以为是大家排战，然后你一下我一下的战斗画面呢，没想到居然是即时战斗，打着打着放个大招啥的。路飞前期的大招不是橡胶火箭炮，而是战斧，我是不能认同的。我操，这个新手教程是没完没了了。娜美的控制欲有点小高了，说实话，这游戏我已经玩了10几分钟了，我还是不能点娜美叫我点的按钮以外的按钮。我早就怀疑娜美才是真正的船长，路飞这种是不是只能当个打手这样 ？OK， 我能动了吗？哇！我终于可以自由移动了，先把我不知道是啥的奖励都领完吧。我去，这游戏居然真的有人玩啊！这2个大佬都玩到90多级了，不过其中有一个大佬好像字都打不明白，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懂。先不管了，先让我把自己的这么多钻石抽空先。OK， 我抽空了。我本来还想说我自己名字取错了，这游戏不坑钱，一开始送这么多钻石呢。但我错了，送你再多钻石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卡池里面就没有强力角色。这什么凯多啊，什么和之国路飞啊，这卡池里面就没有，你要充他妈的10000块钱才能拿到。卡池里面唯一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就是这个红皮路飞了。我知道这是2弹，但你也不能跟人家鬼灭之刃里面全集中呼吸一样一直开着吧，不是会加速你的生命进程吗？我记得。哎，等一下，橡胶果实。哎呀，你这游戏不严谨啊！当年尾田留了这么多伏笔，你居然没有看出来路飞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吗？哎呀，看来制作这款游戏的人不是真正的海迷呀！
OK， 我排兵布阵了一下，路飞放第一个，然后直接上圣皮和卡普来个降维打击。那没在后面跟平时一样划划水就好了。最后放一个吃了老百姓果实的乔巴在后面当吉祥物。哎，等一下，怎么总是打着打就出现2个乔巴，然后那个乔巴还一直死，是 bug 吗？我操！我取消了加速打怪，你猜怎么着？这乔巴原来吃的不是老百姓果实，是他们的人人果实幻兽中美猴王形态吗？这打着打着身上拔根毛就开始招分身了，那个分身会在几秒后死亡，好吓人的觉醒能力啊！乔巴，这游戏看着好像钻石非常的多，金币非常的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你打到稍微后面一点点的关卡你就打不过了，然后你再怎么干也没有意义，因为你角色上限就摆在那里，然后卡池里面就没有强力角色，你玩到后面就必须充钱买强力角色，就是单纯的骗那种啥都不懂的人进来充钱的游戏。这游戏我感觉唯一的乐趣就是你如果疯狂点这些人物，这语音就会疯狂的放，挺搞笑的。那我很好奇，这3款霸气英雄都有啥区别？咱们点开第2款看看吧。OK， 第2款区别还是挺大的，大就大的根本他喵的个逼都打不开。咱们来看看第3款吧。第3款倒是进得去，然后这款霸气英雄多了个买断商店，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一个新的花钱商店，在里面你可以花200块钱买被尼卡果实打烂的人和狗都不吃人人都有仰卧起坐的不死鸟果实。除此之外，给你的初始钻石多了一些，就没什么区别了。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游戏的充值力度有多夸张，而且是有人充钱的。你可能觉得我在讲废话，没人充钱这游戏早就光服了，对吧？但是你绝对想不到这游戏有多少人充钱。不说别的，就单单看那个公告，你充1万块钱以上是可以改服务器名字的。那我们直接看看哪些服务器名字被改了，就知道有多少人充了1万块钱以上。这什么一叶扁舟，什么大宝瑞瑞，什么醋包爱强，这几个都是有钱没地方花的。还有个叫最金分的，我操！在这款游戏里面，你解锁头像是你拥有了这个角色才有这个头像，也就是说，刚刚在跨服聊天里面那个话都讲不明白的人，有花1万块钱买了和之国路飞。他也不可能是托，因为托不可能字都打不明白。相比这样的坑钱力度，那火影手游里面的什么京剧自来也，在这款游戏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看看这个满屏的充值活动，疯狂消费的海迷们的热情，直接把人家的劳动成果偷过来狠狠卡钱。我上期吐槽盗版手游的视频，下面还有几个人说，这游戏不就是骗小学生的吗？有什么好吐槽的？有什么好讲的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国内手游市场才会盗版横行。我们还是要坚决抵制这种盗版行为，充钱只会让盗版更加猖狂。虽然讲这种正经的话不是我的风格，但是你懂的。如果不讲这2句的话，又会有真女或者没看懂视频的意思在评论区里面抬杠。那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我还会持续更新更多搞笑的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赛尔号这款游戏不用我多说吧，他们的自从开了《童年圆梦》系列之后，大伙就一直叫我开坑。小时候凡是经过4999的都应该听说过赛尔号，我以前是跟不上进度就没去玩了，跑去玩了奥拉星的龙斗士，到后面有段时间回坑过。依稀记得当年有个端午节活动会免费送一个种子精灵，我用那个种子精灵帮我哈莫雷特的技能把他技能次数磨没了，打赢了哈莫雷特，老开心了。但当我赛尔号小红点巨多，作为学生党，我知道我没有空天天干赛尔号，还是会跟不上进度，所以又退坑了。时至今日，我长大了，有空了，也成为了点小红点大师。看到大伙评论区说赛尔号现在精灵数值没那么膨胀，也不是说完全玩不了，甚至可以说还 OK。那好，我便鼓起勇气再次回归赛尔号开这个坑，取个名咱们叫王者点灵虎。我操，这战神联盟整个变得跟机甲一样啊！不过说实话，这赛尔号策划对雷伊外观的理解就是死命的加棱角。把娃娃系统教程，这赛尔号也不是让你水火草3选1了，直接就全送了。不过送的是什么萌版本？不是原本正常版本的呢？绝版了吗？一个系统教程下来，直接送了一个吉米，还有战神联盟5个成员和那什么未来版初始上出宠，什么啊？怎么还有未来版的？而且为什么这等级都拉到100级了也不进化啊？搞不明白啊！那这女的又是谁？跟奥拉星一样是氪金就能拿的星怒嘛？ OK， 这就有一些画面了，说实话和以前大差不差吧，好像是说 UI 重新整顿了是吧？那现在我捣鼓我这几个按钮都能干嘛？OK， 稍微点了几下按钮啊，我搞明白了，
这个推荐精灵按钮设置倒是挺方便，你想要什么精灵你就去点，它给你自动传送过去，然后你开始闯关获取精灵。正常来说，你想获得一个强力精灵，都必须要先完成各种考验啥的。还有别的按钮，很多点进去就是活动客机界面啊，还有一些活动我没怎么看懂。我们反正新手嘛，小时候特别想要雷伊啊，现在这怎么玩雷伊都出来了，去收集看看。OK， 玩雷伊有4项考验，第一项是他成完之后，周围的电翼精灵都跑来庆祝了，但不完完全全来庆祝的，他们要来试试雷伊是否有成为王的资格。不是你们是个什么勾巴遗老精灵啊，连个新形态都没有，还是就往那个小孩子画的似的。雷伊都开始玩御剑修仙了，你们还敢去打啊？战神联盟办事的时候，咱们看你们出来干活啊，窝里斗都要挺硬气的。那反正这关很简单，你操控雷伊基本都是3招杀一个，每打死1只怪都会给70值。但蛋疼的来了，这几只怪你第一次打死是拿15点，后面会越来越少。打第4次的时候只能加1点了，然后你不能自己选你要打谁，是他们随机上去挑战你。一开始还好，都是第一次被打加挺多，然后后面这个逼产了个那个玩具一样的显眼包就狂来，每次谁来一战，这逼就冲上来挨揍，这还有人没上来挑战过呢，你干嘛一直来啊？打死1次也加1点，这打红颜马月啊？能不能让周围的人也上来挨揍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花钱贿赂他，他马上倒地给他抽搐给你70值，赶紧爬打死你。不过差不多半个小时，这第一关才过。第2关是打这4只怪，不过我这新手嘛，打不过后面2只，只能打第2只。但是挑战次数不够，只能等第2天继续打了。基本这里面的每一个精灵，无论强不强，都需要你打好几天。不过至少看到了肝的希望吧。但有些精灵不知道为什么过了活动时间还挂呢，点进去就只剩下氪金按钮了，肝的按钮直接点不动。这个推荐精灵的按钮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筛选过滤一下难的和获取周期长的精灵。筛选完了就剩这几只了，干呗，打！我操，你们都不敢想新手现在回客有多干！我这才打几只精灵的前置形态的前置挑战，我都快玩3个小时了，根本不敢想要获取这上面全部的推荐精灵，你要干多久？现在我的目标是把这几只我收藏的精灵全部都获取到手，因为那几只比较强烈的精灵，现阶段我还不够厉害，打到第3个挑战就打不过了。这几只收藏的精灵还感觉有戏点，反正新手送的未来上主宠挺猛的，打怪就死按这第5技能就完事儿了。不过最猛的还是那个吉米万金油精灵，好多 BOSS 都可以用它稳稳过，但过的过程有多折磨，你们知道吗？就你如果不看攻略玩，真的巨难受。就算你看了攻略玩也很折磨。为什么呢？比如说丸子哈摸4个挑战，第1阶段非常简单，3个救出来的遗老2下就给他拍死。第2阶段直接给你来一个终极折磨，他要的不让用你的精力去打这个怪，你得帮这个老龙王加强他，让他来打。那你说怎么加强呢？地图上会刷这个哈肯，每击败一个哈肯都有概率掉这个龙翼资源，12个龙翼资源可以强化1星老龙王，3星必赢。就这12个龙翼资源，我他妈的搁那死刷死干，打了快1个小时的哈肯，我操！那你说你直接打不行吗？你要是不给这饭桶老龙王升个星，他第1个技能包死，所以你这是必须要刷的。就你看我今天刷到这件时长超过3小时，一旦超过3小时，这个游戏会变得更加折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在每场战斗中都弹1次警告，所以超过3小时了。我知道收益会减慢，所以不要一直弹行不行？后面搞得来了，我琢磨了会发现，你去换 H5 刷这个哈肯有10倍速，几下就刷完了。哎呀，服了！这在 H5 端又缺金扫2，扫好多按钮，没事又得切回去点按钮，不纯折磨吗？那反正玩了2天赛尔号被折磨的半死，我也是误打误撞拿到了第1个强力精灵艾欧利亚。这只精灵比起之前那几头好得多了，可以说基本是每个平民玩家最优先拿到的精灵。首先呢，先去拿它的前置形态哎呀，完成它的4项挑战，每个挑战都非常简单。那新手给的那个吉米和3主宠都随便过的，只是有点折磨，因为每个精灵示范技能你都要看一遍不可跳过的攻击动画，这动画又抽又长，打着架又要摆 pose， 又要上下窜，还一卡一卡的，别提有多折磨了。而且还有那么1只精灵会放那个免疫伤害的技能，你还要多打几回合。当你好不容易打完这4项挑战，得到了阿雅，你接下来要挑战打海盗，收集40个勋章。这打海盗是有回合限制的，而且不给你试错的机会，不小心上错精灵了，浪费1-2个回合。那不好意思，请明天再来。没有按照这海盗给出的标准打死海盗啊，不好意思，明天再来。我就是不小心没按照标准打死海盗的时候，不是满血，导致了差那么2个勋章，只能等第2天。不过还好啊，第2天随便打个海盗就能让阿雅进阶成艾莉亚，然后就简单了。你要抽6次怪，打6次就能拿艾莉亚的箱子，基本1次就能拿到最终形态的艾欧利亚。但你要养它，还需要再干再开箱子换刻印特性技能啥的。可能大伙听起来觉得
哇，好繁琐啊！我跟你们说，这是赛尔号现在最简单获取潜力技能的方式了。要不然你就开始充钱，充钱你想要啥就有啥，那你懂我的，充钱是不可能充钱的。反正大家伙有什么建议，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补充啊。想要我挑战什么，获取哪只精灵，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那玩了这2、3天赛尔号，感觉挺折磨人的，但对比之前的几个游来说，还算 OK 了。咱们把赛尔号放到我答辩排行榜的新年级，等到时候赛尔号圆梦了，看看他能到哪个级别。那么我想这是本期的球牛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啊，至于更多搞笑吐槽视频，大家们，我是15，我们下期见。哆啦 A 梦飞车，是的，你没有听错，这哆啦 A 梦居然还有个赛车游戏，就是你首页上刷的这个广告，怎么看怎么违和，感觉像是 QQ 飞车联动的哆啦 A 梦皮肤啥的，结果不是，居然是一款正版授权的赛车游戏。游戏在网上的风评较差，评分却很高，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抹黑哆啦 A 梦飞车。那你懂我的，作为游戏界的品鉴员，这么得让我亲自下来好好品鉴一番。那我下好了，开始游戏。开局没多跟我废话，直奔正题，还就是那个游戏内容一点不提，公告全是充值返利，服务器一看，还他妈的是滚服玩法，你一赛车游戏怎么还搞滚服啊？不怕风流匹配不到人吗？我已经有很不祥的预感了，继最新的大区吧，取个名就叫毁童年答辩游戏。西游教程也是非常的逆天啊！赛车游戏居然有着一个零自由度的新手教程，什么意思呢？你完全不能自己控制车的行动。比如说我的漂移想提前松开小碰一下，直接就世界暂停，逼着你按住漂移和方向键，规定要你按几秒就必须按几秒，然后直走的时候这3个按钮是一个都点不动，什么公式化训练？打完西游教程，游戏也没多废话，直接让我们去打主线。那有没有自动战斗啊？我连跑都不用跑了，自己开算了。漂移的手感还有弹机喷射什么的。怎么玩怎么像 QQ 飞车，与 QQ 飞车唯一不同的是，这游戏在空中没办法空喷，而且会变成这什么竹蜻蜓，落地的车再从地眼里面掏出来，这就过关了，这一张图就他妈的20秒啊！出去之后，这游戏就让咱们去抽卡了。是的，这一个赛车游戏还有抽卡的，抽到了几辆 C 车、B 车，然后你可以把垃圾车变成经验给好车升级，直接缝了一手赛车加卡牌对战养成的玩法。什么情况？还有剧情啊！这大雄莫名其妙想要自己对战，哆啦 A 梦就真的拿出了个什么锤子，给他脑门砸2下，咔叽一声变出了第2个大雄，这样大雄就可以自己和自己对战了。所以说，这段剧情有什么意义吗？对游戏有什么帮助吗？意义不明的剧情。先让我打把匹配，看看大伙的赛车技术都如何吧。好吧，我突然想到了，刚刚那个剧情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会有相同的角色在一块跑图。你妈专门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整剧情，你还不如多整几个皮肤送大伙呢。而这游戏全是人机呀，一样的车，一样平跑，他们会故意减速让你第一，我是真的服了。我就说这种赛车游戏的滚服玩法不是纯分流，匹配连真人都没有。那这图是谁设计的？连个弯道都没有，纯平跑。然后我就赢了，就把小红点点了吧，然后我玩我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OK， 捣鼓了快1个小时吧，真无聊。最后结论，纯的拿知名 IP 做答辩游戏，哆啦 A 梦这么大的 IP 可以搞出那么多有趣的玩法，这给你直接换了个 QQ 飞车的皮，再缝一手卡牌对战养成系统，做的跟图答辩一样。游戏一共就2种玩法，做主线和人机跑，或者打匹配排位和人跑。主线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大部分时间就那么2、3张图跑来跑去，但为了强行加主线关卡，就变成了同一张图你跑5、6次，自己跑1次和人机跑1次，和人机跑1次当然是道具赛，和人机跑但中途可以收集氮气，就强行加关卡。不说别的，第2章的主线这个沙漠绕圈圈，我跑了5、6次，无聊至极。你就不能加点剧情吗？每个地图还短的可怜，基本30秒、40秒一张图，残血的图纯照搬 QQ 飞车。现在经常会看到水里的图，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特别喜欢跑这图，这游戏也纯照搬了。那么你说，我直接把这游戏当哆啦 A 梦版 QQ 飞车不就好了吗？去打匹配或者排位不也能玩？那不好意思，这游戏压根没什么能玩，所以你打排位或者匹配也基本全是人机，然后等级高了，段位高了，终于开始匹配到人了，那更不好意思了，纯拼谁充的钱多。因为很多地图非常简单，特别容易随到那种疯狂跑直线的地图，游戏又没有什么特别高端的技巧，就是无脑连票连喷，有氮气喷氮气，所以就是在纯拼谁的车好。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到这游戏最猛的 S 车怎么获取了。简单来说，平民几乎不可能获取到 S 车。
当然，小说 QV 的也是这样，别说 S 车了 ，A 车都够呛，还有宝石什么的更氪。这游戏没有宝石系统，但你说照搬卡牌养成系统能不氪吗？也氪。你平时跟日常周才能获取到点券，但有 S 车的卡池根本就不能用点券抽，必须用氪金的石头抽。看了一圈活动全是氪金礼包，你通一阵干到完，活动都打到完，也就只能获取到差不多5个高级抽卡券，所以拼命只能靠这4、5个抽卡券拼脸出 S 车。然而很遗憾的是，这 S 车还要靠碎片升星呢，你也抽到同样的 S 车才能变强，终究还是打不过克劳。作为一款有着哆啦 A 梦 IP 正版授权的手游，哆啦 A 梦那么多道具，那么多可能的玩法，到最后选了个比赛车玩法也是逆天。点开这游戏的评论区一看，清一色的好评，就是评论很多话每个词分开看我都看得懂，连一块就看不明白了，是不是全是 AI 生成的？甚至还有个什么单抽出2个 S 车。来，你告诉我，你怎么一发出2个东西？真搞啊！赶紧爬吧！这什么毁 IP 的究极换皮垃圾赛车游戏，如果要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能荣登我答辩界排行榜的地仙级。那么我想就是本期出现小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啊，至于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令，我们下期见。太嚣张了！龙珠 GT 终结之战这游戏你们有人听说过吗？我也没有听说过。就最近我看漫画还有小说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广告，正版龙珠手游登录就送 SS 赛亚人，什么2023年龙珠漫改大作，首出6元机器超赛英雄，开局送1000连抽 ，SSR 贝吉塔秒杀全场。我操！说实话，把我搞蒙圈了。这游戏是正版吗？怎么感觉不像啊？百度了一下也没有有用的信息，手机商城也没有这游戏，基本可以确定是盗版了。但通常盗版像之前的啾啾盗版，那游戏名都得叫什么？点击开启冒险之旅，哪敢叫什么啾啾的奇冒险正版手游？这游戏有够嚣张，直接打着正版手游的旗号宣传，可以，这不得下了进去看它的正版是个什么样的正版？图标是超级赛亚人之神，跟 GT 一点关系没有。打开游戏 ，OK， 拒绝盗版游戏的标识已经出来了。这布欧占了主角团的位置，要过来给我邦邦2拳。游戏版号我找半天没找到，已经可以确定是盗版了。服务器经典几百个都爆满，那我还真不信邪了。咱们直接去孙悟空衣服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玩这游戏。我操！还有开场动画和剧情，而且看着做的不错啊！开局大伙在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基本重要角色全部登场了，只不过这个台词怪奇葩的。这17号说什么？如果赛鲁看到我们几个人造人合体，他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话说18号你的黑丝呢？今天不穿了嘛？顺便这游戏其实是有人物配音的，只不过怎么说呢？你们听听吧。全部ここにいるな、フリーザ。そうですね。全部殺したら。5点。ご飯から聞いて、お前がちゃんと修行していな。听完怎么说呢？非常的震撼吧。随后突然地球被炸了，主持人说突发事件需要大伙的帮忙，又到咱们取名的时间了，名字就叫零虎吧。还不行啊，我名字是违规词，行吧？那打拼音不违规吧？哦，打拼音不违规。开局送了1抽，抽到了个比迪利，我以为会抽到孙悟空呢。那突发事件是什么呢？啊，这游戏也没说，反正就开始玩了，挺虎头蛇尾的。这就是真的画面了，你一下我一下，有大刀放大刀喝茶游戏。这个内乳是开局送的，就没有送你内乳的画面，但是你背包就已经有内乳了，属于是很没排面啊。打完之后送了一大堆奖励，不要看这个奖励好像很丰富，铁的蚊子推奖励。OK， 在打完2轮饺子之后，这主持人就叫我们去10连抽了。现在的游戏是不是看原神火了，就特别喜欢搞这种从天上掉下来，然后尾气拖得很长的抽奖画面啊？时间界完神，这我现在拿到那敌人还要打吗？但实际上呢，时间界完神和这几个没啥区别，就是你叠战斗力就行了，攻击手段大差不差，没什么特点。话说我玩的不是龙珠 GT 终结之战吗？怎么全是龙珠 Z 和龙珠超的角色，打的又是第一部悟空小时候的角色，什么情况啊？我有个猜想啊，这游戏以前是不是不叫龙珠 GT 终结之战，是叫什么别的什么名儿？然后因为版权的问题，就官服跑路又换了个名继续开服，很有可能。在升到3级之后，你们猜猜这游戏解锁了什么？充值按钮，他喵的一大堆充值按钮，各种首充多少元送什么东西，还有以前要多少元，现在只要多少，小充一下上不了蛋的。我只能说充了铁上蛋。就你们知道这游戏一服有多少人玩吗？我的猜测是差不多10个人左右，很有可能连10个人都没有。就你们看一下这个世界聊天记录，一眼机器人，就正常人真的能玩到300级，还跟他说请多关照的嘛？而且好几个人都在说一样的话，大佬们怎么搭配阵容啊？你他喵的一群什么 VIP 13，跟他发表情发固定台词，点开个人信息一看，每个都充了好几万的感觉，全是托。那我在公屏上面问问这游戏到底是不是正版吧。
OK， 还要30级以上才能我还不配在大世界讲话。先去把卡都抽完吧。我操，当中出奇迹，金色传说。龟仙人啊，还是不会魔风波的龟仙人，那不是更没用啦？再让我玩玩捣鼓一下这游戏吧。OK， 玩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我算是玩明白这游戏了。先说结论，非常的无聊，跟那个突破2次元差不多的水准，就是个换皮氪金游戏。广告里宣传的东西，除了充钱拿人物以外，全都是假的。什么勾8开局送1000连抽、20连抽都够呛。你需要做的就是推主线，但是主线的难度会直线飙升，所以大部分时间你都需要点那个小红点拿文字推奖励去抽卡提升自己。前面抽卡你会很容易出金色的角色，而且一开始福利感觉挺多的，对吧？什么签到送福利沙，过关送小悟空，你不要太开心了，因为大伙都一样的福利，就等于是没有给福利。你看我打这个竞技场，真就人手一个小悟空、福利沙、时间剑王神。没错，一开始10连抽不是你运气很好抽到了时间剑王神，而是你只能抽到时间剑王神。然后这个逼竞技场只有这一个人能打，对，全服只有这一个人哦。现在加上我应该是2个人，就我们2个人是真的玩家，其他人全是官方的托。无论你怎么刷新，战斗力都高到令人发指。然后他们的竞技场的分跟你是一样的，全是尼玛的官方账号。而且我玩了大半个小时了，都没有见到 GT 里面的角色，别说那些1星龙、4星龙什么的了，就连悟空的超4形态都没有。反而有个什么维斯和悟空融合的维斯罗特，还有什么贝吉鲁斯，这他们的不是同人作品里面的2创角色吗？你宁愿搞这2个出来，也不愿意加个超市啊！我是怀疑做这个游戏的制作组只看过《龙珠超》，《龙珠 GT》那是1集都没看啊，就看了个百度百科可能。为什么这么肯定呢？这游戏《龙珠超》里面的角色技能都写的有模有样的，但是在那之前出的角色技能都是乱写的，就尼玛龙珠这一时期的弗利萨技能怎么能是石化唾液呢？他喵的，当初在纳美克星上，弗利萨就是吐了一泡痰把克林给吐死了，是吧？弗利萨的第2个形态，这里叫变异。那他喵的第3个形态是不是得叫异形啊？然后就是这游戏的错字还有烂排版也太多了。就你看这个括号，怎么能是这样的括号啊？你不能改变个角度吗？还有这什么我抽这个超级17号的卡池，游戏跟他谈是否消耗钻石3000进行钻石。制作组是不是就关注充值页面了？自己没有去抽一下卡试试看嘛？字都没打明白。就连最基础的竞技场，你打输了，他这边是叫你返回玩法。完事了，充值界面一大堆，什么累计充值、终身福利、钻石直购，还有个逼超级 VIP， 充2000块钱，你可以加尼玛的美少女客服 QQ。他妈的，这就是自称正版的含金量嘛？怎么跟搞传销做出来的游戏一样啊？尼玛太搞笑了！总结一下好吧，纯纯的换皮氪金，流了一些喝茶手游，明明是盗版游戏，去打了正版的旗号，收割玩家对龙珠的热爱，我是强烈不推荐大伙玩的。我把这款游戏放在我答辩排行榜中的答辩一坨这块，本来是安排到有点小拉这里的，但是因为他厚颜无耻的说自己是正版，不像大伙那么坦然接受自己是盗版，所以必须降级扣大分。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我还持续跟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